这个呢就是来自于梦泽的无线加密狗识别器，非常薄的一款加密狗。当然，这个呢是加密狗的本体，你也需要一个接收机进行一个信号的接收使用。相对应的 PPM 以及 SBUS 以及 CRSF 信号呢，转换为系统可识别的遥控器的信号，连接到你的电脑上进行一个模拟器的使用，或者是其他游戏的使用。当然，我自己试过这个模拟器呢，不单单可以使用正常的我们穿越机的模拟器，也是可以使用固定翼的模拟器，而且还有黄牌空战期那种游戏类别，依旧也是可以直接使用这款，把遥控器上的摇杆呢映射为鼠标以及键盘，可以达到跟飞行摇杆是一样的使用体验，非常的好玩。当然呢，除了 Type C 的这种接口呢，还有一款正常的 Type A 的接口，有2个版本呢可提供选择，不管你的电脑呢是支持 Type A 还是 Type C， 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接口上明显能看到有一个划痕的痕迹，这个都是每个出厂的检测，并不是一个抽样的检测，保证每个产品呢都是没有问题交付给客户手中。所以呢，这个就不用担心是不是新的或者旧的问题，是每个出厂都会进行一个检测。然后看一下这个加密狗上的功能，一个是5伏跟3.3伏的供电的切换，一个是它的版本型号是 V1.0 版本，然后左边这上面呢是一个 TTL 转正常的使用。这个加密狗不单单是可以直接使用模拟器输入到电脑上进行一个游戏的使用，这个模拟器变成一个 TTL 烧录器，给接收机烧录固件使用。我们使用 ERS 接收机偶尔情况下可能会使用 WiFi 烧录失败这种情况出现，那如何去救砖呢？就是把接收机插在这个加密狗上，切换为 TTL 模式进行一个烧录，它的电脑上会识别出一个 USB 的串口，通过串口给你的接收机进行一个固件的烧录以及救砖，非常好用。尤其是 WiFi 连不上接收机固件，进行一个升级固件或者降级固件，可以直接使用这个东西呢进行一个固件的烧录。boot 开关是它的整体的一个功能设置，在通电的情况下，长按 0.5 秒是切换 PPM、SBUS 以及 CRSF 信号，短按2下 boot 键可以进入遥感校准模式，就是校准你的遥控器的行程。固件升级是按住 boot 键，再插上这根 Type C 线进行一个固件的升级。加密狗正常通电的情况下，按住 0.5 秒可以切换 CRSF、SBUS 以及 PPM 3种信号模式，有不同的指示灯的颜色呢，代表着不同的工作的模式，根据自己的需求呢进行一个模式的切换。盒子上并没有一个标注的线序，但是在说明书上有一个标识，是代表着 RX、5伏 GND 或者是 TX。 当然送这根线呢也是可以直观的看出来使用的接线的方式，黑色一般都是 GND， 红色呢是它的5伏，白色是一个 RX， 黄色是 TX。 而且这个模块是有一个反接保护，如果你的正负极接错了，它是不正常工作，而且不会供电的，所以不用担心会不会把你的这个模块或者是你的接收机给烧坏。一个是4线线序的，一个是3线线序的，对应了不同的 PPM、SBUS 进行使用3线线序。CRSF 信号呢使用一个4线线序的插口。我们只需要呢把一个接收机焊上这4根线，常用的 ERS 的接收机连接到这个插口，然后插在电脑上进行一个使用。如果协议不对，通过长按这个 boot 键呢进行一个切换，按下去 0.5 秒切换为其他的协议，你插在哪个插口就是切换为哪种工作模式。切换成功之后，电脑可以正常识别。这个加密狗的兼容性还是不错的，正常的模拟器软件都是可以直接识别并且使用。大部分3A游戏呢也是可以识别为外设遥感的输入。如果你是玩航空模拟器的话，那也可以使用遥控器进行一个飞行摇杆的映射。所有功能呢都是可以自己设置一下。这个加密狗不单单是可以玩穿越机的模拟器，也是可以玩固定翼，甚至于更多的游戏信号的转换使用。左上角这个 TTL 烧录模式呢，进行给你接收机的一个固件的烧录，就专使用。不管你是 ERS 接收机呢，还是像之前的 SBUS 接收机，像 RISC 接收机呢，可以升级固件或者降级固件使用，相当于地面站连接到烧录器，再连接到你的接收机，进行一个直观的使用。把这个数据口呢插在你电脑的 Type C 的插口上，绿色灯常亮呢代表的是 CRSF 信号的输入，接收机呢已经正常工作，5伏供电，电脑正常连接，接收机呢已经有信号了，而且在电脑上已经识别出 YMZFPV 有一个遥感的输入。这地方呢就需要手动去校准一下这个当前的加密狗，进行一个摇杆的校准，通道映射归中。这边呢就已经看到我的遥控器呢已经识别为摇杆，正常使用。OK， 这边呢我的校准 Finish Calibration 已经校准完成了，那就可以正常的进行一个游戏的使用。来，我们找一个地图呢去试一下。摇杆的响应呢其实还可以，延迟呢并不是很大。这个延迟可能来自于我的电脑这个处理器不太行，
毕竟苹果这个游戏的处理器呢，确实差点意思。哎呦，这个 rate 值确实好大呀！就默认的飞机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的好飞，需要自己呢去设置一下这个飞机的参数。而且后期呢，在你更新接收机固件或者是烧录其他的设备的时候呢，也能作为一个烧录器的使用。教大家如何使用云梦泽这款加密狗转接器呢，进行一个接收机固件的烧录，使用 TDL 模式。首先你需要把这个开关呢改成 TDL 模式，然后连接好你的接收机。这个地方呢不需要短接 boot， 也不要其他的开关，直接连接到正常的这个接收机的串口，连接到你的电脑上，直接使用。电脑的地面站打开相对应的固件烧录的地面站。首先呢要选择固件的版本，然后选择厂家。这款呢应该是 Radiomaster 的 RQ1， 然后进行下一步的设置，你的对频密码或者其他的设定，这个根据之前的 ERS 教程呢可以直接套用。云梦泽的加密狗呢识别为这个 USB 的设备，点击 Build and Flash。好，等待一段时间，烧录固件成功之后，会有一个提示 Success， 你的接收机固件呢已经重新更新了，顺便救了个砖。如果你的接收机变砖之后呢，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一个固件的烧录，这样呢，云梦泽这个加密狗呢是不是就非常的方便？这次视频呢就是来自云梦泽加密狗的使用教程，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